我跟他结婚20多年了，不管他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我都是和他一起走过来的。这些年他吃了很多苦，但是我很愧疚他的。我不是怕过苦日子，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心在一起，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确实，我很多年没在他身边，但是我很想他的。他把这个家都败了，又离婚了这么多年了，还回来干什么呢？我真希望他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照顾他，补偿他。曾经是夫妻，如今不是陌路。男生希望重回这个家庭，这个家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肖先生65岁，来自江苏自由职业；女嘉宾欣姐47岁，同样来自江苏，是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肖先生比辛女士大多少岁？17岁。你们是哪年结的婚？87年。那会儿你多大？19岁。大17岁的话，你就应该36岁了，是吧？当时你娶她的时候，你是单身还是离异？我是离异。有孩子吗？有。当时那么小，怎么就决定嫁给大自己那么多的一个男人呢？当时候的我呢，就是我小姐妹在她家就是开了一个小店啊，我呢经常去玩，看到就是有一个她家有一个男孩很可爱，因为我从小妈妈死得早，所以小孩很可爱，我很喜欢，我就经常带他去玩。当然我看到他呢，当时他正好36岁，那个稳重又成熟，我就觉得他非常潇洒。当时在那个年代，他穿那个花格子衬衫、牛仔裤，很时尚，也是我就是很向往的，就是那一种男孩子。被他的那种气质迷恋了，所以决定嫁给他，是吧？对。你们结婚有多少年离的婚？我们是2011年离的婚。为什么离婚？是因为做生意屡次失败后来我跟儿子一起打工，辛辛苦苦就是把这所有的债都还光。他呢就是跟了朋友又去做生意了，把家里仅有的钱又拿出去了，赔得血本无光。亏本了以后，他又把儿子的钱他又想拿出去，你说他害了我不算，还儿子媳妇，你说我是一个做妈妈的，又是做一个后妈的，叫我怎么交代他们？明白。那你跟他有自己的孩子吗？有一个女儿。离异4年，这4年之间有交往吗？基本上没有。都没交往了，为什么离异4年之后又回来找人家要复婚呢？因为我就是离过婚以后，一直跟他儿子媳妇在一起，因为这个儿子媳妇我是很爱的，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孙女儿，我爱他们。您现在跟儿子和媳妇儿在一起生活？对。那离婚以后你去哪儿了？我呢住在我自己的老房子里面，经常在外面也叫打工吧，跟着人家那个包工头在全国各地哪里都要去。你过去生意做得怎么样？我以前做的生意的话，应该说是可以的。跟他结婚以后，自己买了一个出租车吧，钱就慢慢的越挣越多，越挣越多。完了一点一点开始呢，我有一个干亲家，我们两个就合并就开始做生意啊。后来赚了还是赔了？赚了起码有400-500万。96年的时候，我四川有一个朋友啊，他叫我过去开厂。完了后来呢，我就在买了设备，完了到四川去开厂去了啊。这生意就败了？没有败，那个时候还没有败。什么时候败的？这400-500万都没了？99年。99年到2000年就没了。那个时候我就亏本了，赔光了是吗？还欠外债吗？还欠33万，是实在还不出来了，没有了。他亏本了以后，我们两人就吵起来了。吵呢，他就说：“我养了你16年了，你是吃白饭的一个人，你在家做什么了？”他说：“你还要跟我吵？”他说：“那我说我不在家带孩子煮饭吗？那如果说我要出去打工，那家跟孩子怎么办？”就是他生意败了之后，其实他怪责过你是吧？对。后来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要强的人，是不是？人家都要来要债，到我家门口来要债，你说我怎么好意思，是不是？后来我吵架了以后，擦干眼泪我就去找工作了。到了有一个染色厂，那时候一卷布是50斤，你说叫我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来办50斤布是确实不容易，我办不动，我就想叫就是旁边的师傅，我说你帮我办一下。他说你想不办啊？
我当时真的在家里，好像老公又这么说我，到了厂里就是说我第一次好像是来打工，人家又不想帮我。那一天做16个小时，我就整整搬了几吨布。到明天过来，就是我的手肿的连个碗都不会端。但他回家没有心疼我一句。那个时候等于你在工厂开始打工了。对，但是我呢，就是凭我的努力，我1个月升为了抽检主任，2个月我升为了办公室主任。厉害哈！从01年开始，家道没落之后，一直到你们11年离婚，这个家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是您？也不是我，因为我儿子就上大学，他开始就实习了啊，是我儿子就一起就是这个儿子应该是他的儿子，但是你视如己出，对吧？对，是你们的儿子和你一起重新支撑了这个家，对吗？对。好了，后来怎么离婚的？2010年就是在还光了啊，还光以后呢，就是好像我又有一笔钱了，是不是啊？他就又想出去做生意了。哦，有一个人就是跟我说了，到云南去搞一个公司，他说你能不能投资个5、6万块钱？完了他就叫我去了。去了之后我就赔了。去了之后，完了第一次好像不成功，他完了跟我说种种的理由，完了我还是有点相信他，就是把老婆骗到云南去了。所以说从这个上面一骗以后，他一到那里以后，他就看见了事实以后，他十分反对，叫我不要做了，那个6万块钱亏就亏了吧，你跟着我回去吧。但是我呢不死心，我就给儿子打，我就跟他说好，我说你不要跟妈妈讲，在老婆的面前呢说不要跟儿子讲我就来回的给他穿。那你这一趟生意来来回回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多少钱？11万几吧。后来这个是前妻提出的离婚是吧？你怎么当时就同意了呢？因为从亏本亏到这种程度以后呢，他的脾气也不好，经常骂我，好像我呢也抬不起头来了。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感情幸福吗？不幸福。不幸福是前10几年就不幸福呢，还是生意败了之后不幸福？不是的，就是在前段就一直不这么幸福。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你当时不是很崇拜他，很喜欢他？是的，当时候因为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过日子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可以依我，对不对？但是到结了婚了，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次一次的伤害我。我相信每一段经历的背后，其实除了眼泪之外，可能还是有欢笑的。这个家庭在我看来最大的欢笑，实际上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希望他们2个人复婚的，恰恰就是他们的一双同父异母的兄妹。今天不仅儿子来了，儿媳也来了，妹妹也来了，我们来请上这一家人，来有请。来了，下来。是谁想让爸妈复合的？我们都想，那是我们共同的意思。为啥呀？他们这4年离开生活，我看不都还行吗？但是毕竟这家庭是不完整的，因为以前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争吵，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蛮和谐、蛮幸福的。是儿媳。对。你现在跟婆婆生活在一起是吧？对。婆婆平常待你好吗？因为我们年龄相差的比较少吧，然后我们之间也没有。你今年多大？我35岁。还真是不大哈。对，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代沟，有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我的意思呢，虽然他们2个现在好像暂时分开了吧，毕竟我们这一家子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了，还希望他们在一起？那肯定的。他们分开，你觉得他们各自过得怎么样？他们分开了，但是并不是很好。我婆婆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感觉她也是比较孤单的。虽然说我们关系很好，但是这不是作为丈夫能代替得了的。我觉得我爸嘛，那时候出去做生意亏钱，他其实也是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才会就是继续去做这个生意。这次的复婚的请求，到底是你们逼着他做出的，还是他自己做出的？我爸爸做出的。他就觉得，其实妈妈就是这些年为这个家也操了很多心，然后他自己有时候脾气也就是倔了点，然后不肯让步，但他其实就是还是一直想着妈妈，就是很爱妈妈的。如果他们俩就是选择了就此分开，这个事实你能接受吗？能。实际上从心底里，我一直是希望他们
好，能重归就好。甚至我异想天开，希望他们两个对以前的事情没有记忆了，把以前过去的事情全部忘掉，翻过去这一页，好好过以后的日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庆回。老师们，你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就进入丘比特问题。说句心里话，刚才我看到曾经是一家人，但现在已经不能称为一家人的人全部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感动的是，你只是后妈，你们两个人离婚以后，你的儿子和儿媳妇能够和你和和美美的生活在一起，这说明你做得很不容易。做母亲像个母亲，做妻子像个妻子。曾经的老板娘，老公生意失败了，可以去打工，和儿子勤工俭学一起为自己的老公还上32万的外债。天底下有几个女人做得到？心结耿耿于怀的是老公不听劝阻，太爱折腾了。但是心结，你要想，他65岁了，今后如果还想折腾，已经没有年龄资本了。他现在的后悔你也看到了，我内心真的渴望你能够给他一个机会。以前我们有些磕磕绊绊，有些吵吵闹闹，如果说你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这一种忏悔，能够原谅他，甚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老萧以后可能会比以前做得更好。这一点你做得到吧？做得到，绝对。大家，我觉得之所以没有复婚，就是因为你们现在还一直就是没有交流。你应该让他老老实实的、安安静静的听你唠叨。你需要这样的机会，一定是需要，否则一直你们就没有有效的沟通，直接就离婚了。他永远不会这样子听我唠叨。好，稍等，大哥，我问你，能不能听大姐唠叨一次，不带还嘴的，可以吗？其实我还嘴很少的。你这就是在还嘴，这样子吗？大哥，能不能不还嘴？能不能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点头嘛，对不对？只许听，不许说，好吗？好的。好，你答应了哈。大姐给一次机会呗。我不想给，他可能心口不一啊，心口不一，拿出行动来不就完了吗？儿女都在边上，我建议啊，儿女儿媳妇都听着，然后你们自己开一个家庭会议，这回主讲人主持人就是你，好不好？就让他听着，可以不可以？而且他今天的表态不同，他今天是面对着全国1万观众，他在表决心表态了，这你应该相信他啊！给一次机会，否则我可以帮您征婚，好吗？我以前是那个国内最大的婚恋网站的人，如果问题不解决，他还敢还嘴，找我啊！好，就这样。谢谢曲总啊，就说这事儿还要一管到底喽。大姐一定不会轻易的答应。对。也许这位大哥认为这些年来你不容易，他想回来，但他意识不到会有那么的不容易。这28年带着自己的女儿和他的那个儿子，这28年很不容易，所以他注定他不会轻易的饶了他。28年前你19岁的时候，你母亲已经不在了。对，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比你大上17岁还带了一个孩子，还要违逆自己父亲的意思跟他去私奔？因为你特别想要一个家，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28年之前是他给了你一个家，但是28年之后你要给他一个家。所以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其实家是有生命，家也会哭也会笑。家不是说3室2厅2室1厅，又或者是3个人4个人，家是所有人加在一块儿，包括我们所有人倾注的情感，这叫家。如果我们把家想象成是一个人，
如果家里人闹矛盾了，他会哭；家里人聚在一块儿，他会笑。我们所有家庭成员会忍不住的来心疼家这个孩子。但问题是，很多人想不透这一点，尤其是有一部分男人。你们俩之间的故事往往教会现在很多还在闯荡事业却不顾家庭圆满的男人。事业能够决定一个男人是否优秀，而只有家庭能够决定一个男人是否幸福。但问题是，很多人想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年轻的男人，还非要到65岁这个年纪再来想清楚这一点，很多家庭的温暖时光早就已经错过了。事实上是很多男人堂而皇之的以养家为由，自私的追求着自己的事业，而罔顾家庭的责任。但是当你真正的在事业上不管是取得了多大的辉煌的成就，你会发现你依然需要家人来分享。所以事实就是，到了最后，当自己在外面混得落败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往往男人这个时候才开始眷恋家庭。而事实上在生活当中，对于家庭做出的更多的贡献，更恋家更顾家的往往是女人。我这样虽然说的有点偏颇，但是男人和女人的特殊之处更多的决定了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说我想跟那些在事业上奋斗的一些男性们说，你无论在外面会有多好的事业成绩，最终还是要回到家庭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来，你还是要过日子。其实男人挣钱跟女人顾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男人是堂而皇之的说，我在外面挣钱我不累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不，很多情况下是追求事业的满足感、胜利感，而不是真正为了这个家。但是坦率的来说，真正维持一个家庭，你扔几个钱在家里，和在家里面用自己的精力、用自己的情感去维系这个家庭的完整，相对比之下，后者一定比前者要难得多。但很多男人想不通这一点，认为自己扔了几个钱了就了不起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在更多的家庭当中，真正默默维护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你们现在在复婚、打结婚证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我相信你内心其实也容纳不下别的老头子，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等28年，你也不可能19岁就嫁给他。所以基于你们在感情上彼此对对方还是忠诚，不过是在家庭的责任上他置若罔闻。但是因为还有3个孩子，或者说你们彼此还留有对方的位置，如果可以尝试着在一起生活。就这样。综合所有老师的话，我想大概应该3个字最准确：回家吧。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希望你原谅我在这么多年的话，你一个人是带一个家也很不容易，我照顾的家里很少。其实我一直很想念你的。这样去年的话，我曾经到你厂里来，要想请你原谅，但是你没有答应。你是怎么来的？你说我再到你门上，我说我都是在机灵地下。因为我当时的话呢，我因为一段在那个 QQ 上面，我有一个网友的话，我认为好像是你看起来。其实后来我们从那次就是去年年底吵架以后呢，我发现我可能是认错了，不是你那个网。好，时间到。大哥，我给你提个建议吧，在你进门之前，你踏踏实实的跟人道个歉，鞠个躬，放下你那个臭男人的架子，你做得到吗？做得到。道个歉，来。对不起。这是因为你比人大17岁，本来穷，非骗人有钱道的歉啊！再来一个，道完我告诉你为什么道，来。对不起，原谅我。这是因为20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尽到一个好丈夫的职责，你让他过得很委屈。最后再来一个，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这一躬是为那双儿女鞠的，因为在他们的养育问题上，
我相信大姐比你付出的太多了。大姐，我们都希望你让她回家，但是让不让她回家，主动权在你手里。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到来，请回，请回，请回。28年一段恩怨纠缠，来，请关门。离异4年之后的真情表白，年长17岁的丈夫能不能用今天自己的3鞠躬换回离开他的妻子呢？5、4、3、2、1，请开门。快跑过去啊！就是爱你爱着你，若被人心。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哎，大家我问一句，他那会儿向你求过婚吗？没有。这样离得也好，有一次重新求婚的机会。好，恭喜你们获得了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他们有句广告语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叫“给你想要的美”。下面的时光，大哥啊，就看你怎么浪漫了啊！来，各位请见证。亲爱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会提供这个为成功复合的情侣提供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这是你们俩抽还是让孩子们来抽？那孩子们来抽吧。哎，你看这做妈的多好！来，有请有请。来来来，站到这边来，高兴吗？高兴。来句祝福的话呗。爸爸妈妈，今天你们又结婚了，我实在很激动。好，谢谢谢谢儿子，谢谢儿子真的好，儿子我爱你们，我真的很爱你们，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太伤心了。好，真的要走，以后好好过。谢谢儿子。我对你们真的像自己的子女一样，一起到老了。来来来，谁来抽？一起喊，同时喊，同时停。哎，对，给起，1、2、3，停！恭喜你们获得了2000元的旅游代金券，开开心心的啊，一家人牵着手走吧。再见。大哥搂住别让人跑了，对对对。